夫君是知道了什么？我看你和云逸鬼鬼祟祟的，便问了安慰医生。亏得阿谭还绞尽脑汁的安排，没成想你早已知晓。那这还算什么惊喜吗？但为夫并不知道阿谭准备了什么。不过，我让舒景然替我挑了尾好琴，相赠阿谭。这是夫君赠予阿谭的。为夫知道，阿谭自幼习琴，师承名家，每每谈论琴艺，便津津乐道。多谢夫君，阿谭很喜欢。听闻前2年的金菊宴上，阿谭弹了一首自己谱的曲子，在上京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夫君想听？阿谭不才，便献丑了。不丑，本王只觉舞其甚美。云逸，云逸，跟王妃约定的时辰要到了，开工。夫君快看！听闻此地的烟花又大，颜色又绚丽，若是百焰齐放，极为壮观。只可惜时间仓促，只来得及准备这些。夫君回京后，不妨和圣上提一提。虽然宫中每年都放烟火，但都不如此地的绚烂多姿。不了。啊？这是阿谭精心为我准备的，为何要让其他人看？只盼这世间能一直繁盛如烟火，静好似圆月。云姑娘，可憧憬过以后的日子？啊，我没想过那些。试想一番又有何妨？每个人心中应都有自己最向往的生活。最向往的，我不知道，但我觉得当下的就是最好的时光。十二公子呢？你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？其实我也未曾想过，自出生起，我的人生好似就已被安排好了一切。
读书开蒙，科举入仕，成家立业，光耀门楣。我要做的就是按部就班，不负众望。不过灵州此行，恕某感触良多。人生之事变幻莫测，将来如何，谁能预料？云姑娘说的是，与其憧憬将来，不如珍惜现下。现下此刻，却就是最好。月韶华万千，泪湿光点，对蝶依恋，烟火人间。四季新变，执手相牵，交织流转身边。月韶华万千，泪湿光点，思念蜿蜒，开成花园，看灯火，交相缱绻。这是阿谭陪夫君过的第一个中秋。以往中秋，侯府都显得尤为冷清。不过张嬷嬷能变着法子的让侯府都热闹起来，所以阿谭也想让夫君的中秋过得热闹些，欢喜些。如阿谭这般思亲之苦，已是难耐。而夫君，夫君也会时常想念母妃和老王爷吧？团圆最是中秋夜，夫君一望这时候，定然心中伤怀，寂寥难言。虽然母妃、老王爷还有阿娘已经故去，但他们定然都希望我们两个能过得好。若是在想念他们时能开心些，他们在泉下也更慰藉。阿谭，希望夫君以后能过得开心些。阿谭，谢谢你。这些年，也有人对我好，但从未有人对我说，希望我可以开心。以后的每个中秋，阿谭都陪你过，可好？好。往后每一年中秋，阿谭都要陪你一起赏月，一起吃月饼，一起看烟花。好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夫君不许耍赖。夫君要做什么？阿谭明知故问。
醒了？你要出门？还有些事情需尽快处理，晚些回来陪你一起用午膳。怎么了？不想你走。时辰尚早，再休息片刻。睡吧。快些回来。睡吧。而苏尔荣成婚后，素相亦以相同之由，又将他的户籍迁了出去，并于户部留下了记档。此中症结，还望陛下明鉴。张大人的意思是，这素尔荣与素相空有父女之名，但律法上已无半点关系。是。真是远见卓识，老谋深算。陛下，这些年素相虽在朝中拉帮结派，党恶诱奸，可却从未亲自出面，授人以柄。执其纵盘者，既是素文纯，那京中必有人为其先祖。张清，臣在。涉及名录的所有官员，自要严查，但最要紧的是让他们供出幕后的始作俑者。朕倒要好好看看，是谁人有此谋略手腕，能替素文纯笼络我大显半壁朝堂。臣遵旨。相爷，先前承诺与大小姐联手之人，言而无信，以致定北王反戈一击。眼下，灵州素家已被郡军所控，大势已去。尔荣如今是何情形？大小姐已被禁军押返上京，出旨时定了她大小10数重罪，论罪等处。相爷，属下无能，未能斩杀定北王胡夏大小姐，请相爷责罚。陛下还有一事需你去办。别走啊！快走啊！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啊！客官，以后也别再来了。你们敢找茬，存心毁我生意！使不得，若你有个好歹，我可怎么向东家交代啊？凡是与定北王交好的，
我一个都不放过。要怪就怪你们遇人不淑，交友不慎。你们皆是被定北王所累，与我无关。你也不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谁的产业？也，你说的可是那位不知死活、下落不明、八成已在九泉的张怀玉？他是为朝廷办事，九死一生，你们却还在此落井下石。葛晨，定北王不应只斩尽了你的男子气概，而应连你这条狗命也一并收走。一个尚未出阁的女儿家，在这儿抛头露面、迎来送往的，你们说他能是什么好货色？或许这文涛阁的宾客都是为义清姑娘芳泽而来呀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走！我二宝，干什么？白掌柜，走开！别过来！走开！滚啊！这怀玉，你们几个是想落得和高公子一样的下场吗？哎，你们跑什么？给老子回来！高公子若是还嫌不够丢人，我即刻让人抬你去御前。今日之事就交由圣上裁定吧。我废了身子，心情欠佳，我打碎你几个碟子又如何？即便到了御前，圣上也不会重罚我。江阳侯秉忠清正，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儿子？我若是你，这辈子定不再踏出家门半步，哪还有脸在外造册？若非定北王，我何至于此？你们几个是你们抬他出去，还是我着人给你们一块抬出去啊？干啥？听不懂人话是吗？你们到底听谁的？给我放下来！哎！绵绵，可是我回来，你不高兴啊？我当然高兴，你既已回来，我就不用替你看店招揽生意，也不用抛头露面听人风言风语，怎会不高兴？绵绵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从你死讯传回，到说你启程回京，这些日子你音信全无，生死不知，一封信一句话半个字都没有。
我像个傻子一样替你守着文涛阁，日日盼着你回来，盼着你平安无事。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担惊受怕？我写了，绵绵，我真的写了，我写了几10封信给你，可底下的人害怕我暴露行踪，不让我将信送出。当时我遭苏家追杀，身负重伤，只能先躲起来养伤。你受伤了？啊？伤在何处？我方才有没有伤着你？你要不要紧？绵绵，天知道我有多想回来，我每日每夜每个时辰都想即刻赶回上京，就像现下这样慵着的跟你倾诉衷肠。我要跟你许诺终生，下聘迎娶。这段日子，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朝思暮想，牵肠挂肚。娶什么娶？谁说要嫁？啊，那，你阿爷阿娘给你安排了相看，不就是想让你找个好人家吗？相看而已，不作数的。嫁不嫁人，我自己说了算。哦，哼，那行，那明日我就穿着我那身御赐的紫金袍去昌国公府。此番我凯旋而归，得到了陛下的嘉许，昌国公定会视我为乘龙快婿。到那个时候，嫁与不嫁，可就由不得你喽。你呀，真是厚颜无耻，自说自话。我若是不愿意呢？你若是愿意，这定然是一门两情相悦的大喜事。你若是不愿意，我便强娶。管这瓜甜不甜，先扭了抱回家再说。你说谁是瓜？你是啊，谁是瓜都行，只要你愿意嫁。不愿意。愿意。不愿意。愿意。我不愿意。愿意。不愿意。愿意。愿意。愿韶华万千，你是光点，对蝶依恋，烟火人间。四季星点，执手相牵，交织流转身边。愿韶华万千，你是光点，思念蜿蜒，开成花园，看灯火，交相缱绻。夫君就不好奇阿谭为何带你来此？王妃此举定有用意。启禀陛下，经大理寺严审，涉行贿名录的官员已有大半供认不讳，其贪墨与行贿的款项皆与灵州苏家有关。据供状所述，此案主谋乃户部侍郎柳墨。柳墨呀，柳墨，你可知罪啊？
臣知罪。户部侍郎柳墨勾结灵州宿家，蒙蔽圣听，把持朝臣，祸害社稷，动摇国本，即刻剥去其官服，查抄其产，下狱候审吧。臣领旨。陛下，定北王离京前曾交代臣要深查柳墨的身世，后经臣多方查证，已核实柳墨原为青州方县岑村人士，因当地官府的户帖造册未记录柳姓之人，故甲库中一直未有其出身的记档。此人是何来历？陛下可还记得，当年闵从王爷与定北军因未等到援兵，战死北境一事？这与柳墨有何干系？那时太宗下令全力支援定北军，却因斥候延误军令，致使王爷与定北军寡不敌众，战死沙场。后来延误军令一案尚未查明，那斥候便在狱中畏罪自尽，而柳墨便是那斥候之子。斥候死后，其妻柳氏也很快亡故，其子至此离开岑村，流亡至上京。入京后，他改名随了母姓，又在科考入试前另立了户籍。因此事牵扯了闵从王爷之死，臣本想待王爷回京商议后再深入调查，只是眼下柳墨涉案，臣不可不报。罪臣柳墨见过陛下。投桃报李，乃人之常情。但若因受人恩惠，便要替他人顶罪赴死，当真值得？罪臣不知陛下何意，一切都是臣一人所为。如此下场，是臣罪有应得。朕查了你经手的户部账目，也查了你名下的户头产业。这些年，除了朝廷的俸禄之外，你无任何积蓄，甚至连一座像样的宅邸也没有。你且说说，你既不求财，又不为名，做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？朕今日到此，是有一事相告。你父亲当年一案，其实另有隐情。你父亲严长荣15年前延误军令，确是死罪。但据他生前供述，曾在驿站换马歇脚时，莫名昏睡了半日。事后，太宗严令彻查，但案情未明。严长荣便在狱中自缢。当时仵作查出他曾被下药，
自缢，亦是伪造之象。但此案线索就此中断，最后只能不了了之。陛下之意，我阿爷当年是遭人栽赃，继而被人灭口。有心延误军令的，另有其人。你父亲不过是充当了别人的替罪羊。延误军令与我大显臣民无任何益处，但却与彼时的军权之争休戚相关。当时苏文纯初登相位，根基尚浅，在军中并无拥趸。闵从王爷薨后，他千方百计欲将定北军收为己用，只是最终未能得逞。这些年，朕与定北王常疑心此事，只是苦于无凭无据，唯有一再搁置。苏相可知我身世，你跟随他多年，不是应当比任何人都清楚？他若留用一人，并委以重任，怎么可能不彻查此人身份？依朕所见，他不仅知你身世，更故意将你招入麾下。他就是要让你和你父亲一样，为他顶罪赴死。事已至此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吗？众生父，切骨之仇，恨痛在侧，一命抵之。见他，禀相爷，事情已办妥。不到万不得已，先按甲不动。是。若是真到了那一步呢？若真如此，便是天意。本相顺天而为，谋事定成。是。还有一事，柳墨在狱中托人传话，说想见相爷一面。只要坐实了他的罪名，本相便可高枕无忧，那最后一步险棋也就无需再走。你带本相去吧，他敬重于你，你好生劝说，莫要再生枝节。你二人多年未见，也该正式话别，送他最后一程。是。只多一盏茶的功夫。
都过来吧，来，到这儿来。来，给你一个。多谢。来，都拿着吃啊。多谢。行，你们3人分着吃啊。多谢。去吧，多谢。坐这儿。我们在这边吃的来。往后啊，我隔日便给你送吃食，你只管念书。若能通过书院的考评，将来书院的一应费用都由相爷承担。相爷为何这般待我？方才面对指控你们偷盗的衙役，你据理力争，为自己和伙伴们辩白，你还能拿大显律法说事。相爷觉得你是可塑之才，故高看一眼，但是究竟能走多远，还得看你自己啊。多谢相爷大恩。先停住，来，向上。这是相爷给的信物，若有万不得已之事，可以凭此信物去相爷府求助。但是，我希望你用不到它。多谢大人。我姓司。司大哥，你不是已经？不是已经死了？既然无恙，当年为何突然消失？多年来一直杳无音信。方明蛰伏，过往皆休。那现下为何又突然出现？奉相爷之命，来送你一程。我知道你喜欢吃碧螺，特地多备了一些。15年前我初入京师，也是司大哥日日为我送饭。有始亦有终。放心，无毒。我既已认罪，相爷自不会多此一举。此时灭口，反而惹人怀疑。或许我阿爷当年同我一样，都是相爷的替罪羊，任其百步宰割。刘某深谢15年前司大哥对我的照拂，也深谢你今日前来为我送行。我此生中最重要的2顿饭，全都是由你相送。中人之事，不必言谢。也不知相爷当初看中了我什么。上京有那么多的孤儿，为何偏偏选中了我救济栽培？相爷之谋，自有其深意。那司大哥呢？你是何时被他选中？又为何甘心为他效命？15年前，我因擅离渎职犯了死罪。相爷替我脱罪之后，我便一直隐姓埋名，追随于他。斥候严长荣，15年前可是被你灭口。
当年涉及此事之人，除了我以外，未留一个活口。你怎会知晓内情？苏文春当初究竟允了你什么样的好处，能让你一辈子死心塌地的为他卖命？若不是相爷替我脱罪，我早已是一具枯骨。何况，一旦踏上这条路，便是有道无回，覆水难收。你我都一样，身不由己，命不由人。我与你不一样。你我都一样，身不由己，命不由人。我与你不一样。朕今日特意前来告知你真相，是因为惜才。你乃国之栋梁，朕不忍心看你被他人蒙骗利用，还要为其慷慨赴死。朕给你2天时日，若你改变主意，一切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。陛下且慢。此乃苏文春收留我时所赠信物，还请陛下差人取笔墨来，罪臣柳墨，愿公认只征肃相，便是我身后之主，亦是苏家相关案的主谋。罪臣柳墨深知自己罪无可恕，死不足惜，只求陛下可以彻查当年之案，还我阿爷清白。苏文纯之罪，罄竹难书。他手底下的冤魂，又何止你父亲一人？此一遭，朕会替所有含冤之人正声平反。笔墨纸砚。是。你还是出卖了他。若非有杀父之仇，我定然甘愿赴死。方才你问我，当年为何突然消失？因相爷深知，再忠心的族子，也难保不节外生枝。而你的背叛，足以证明这一点。请君办案。
什么意思？一队人守在此处，余下人随我上楼。经查，左相素文纯结党营私，为灵州素家一案主谋。我等奉命查抄素府，罪臣素文纯即刻下狱，革职查办，拿下。是。本相自己会走。这一杯和名家平反，侯爷沉冤昭雪，老夫先干为敬。当初若非王爷相救，护下老夫性命，只怕老夫是没有机会等到名家沉冤得雪的这日了。岳丈乃国之忠良，却遭人陷害。小婿自当竭尽所能护岳丈无虞。岳丈平反，王妃功不可没。他亲赴灵州，便是为了搜集证据，为名家证明尽一份力。王妃此举还为朝廷除了心头大患，实乃大功一件。冯老将军过奖了。阿耶一生秉直刚正，定不会做出祸国殃民之事。阿谭又岂能眼睁睁的瞧着阿耶蒙受不白之冤？以往都是阿耶庇护女儿，现下女儿能为阿耶和明家尽一份力，女儿很欢喜。王爷义薄云天，王妃智勇双全，老夫钦佩。名家拨云见日，往后定将否极泰来。可老夫实在对不住亲家，未能实现当初的允诺，照顾好明楚那丫头。亲家实在无需自责，是老夫教女无方，纵得她不知天高地厚，肆意妄为。此番楚楚险些犯下大错，确需要好好反省，如此方能痛改前非。三姐姐毕竟是名家之女，若是能通过这件事让她迷途知返，名家永远是她的后盾。王妃所言甚是，只要明楚能洗心革面，冯家的大门也定将为他敞开。如此便叨扰了。爷，先前自利州投靠定北军的2名杨西路将士传来密报。出了何事？郭炳茂点兵数万，已举兵北上，无照附近。他怎么敢？以郭炳茂的性子，他绝不敢擅作主张。这背后定是素相所谋。
还请岳丈、冯老将军见谅，本王得先行一步，速返上京。王妃可与岳丈、舒儿他们一起，待收拾好行装，择日启程，不急于一时。此番回京，还得劳烦岳丈亲自相护。贤婿放心，檀儿有我照顾。你要多加小心。小婿心中有数。阿檀，我们家中见。夫君，阿檀会在家中等着夫君平安回来。放心。阿旭，郭炳茂当真要反？消息应当属实。闵家一案经柳墨供述，乃郭炳茂与苏文纯联手所谋。苏文纯才下狱，郭炳茂便举兵反上，想来杨希禄便是其破釜之计。可即便他救了苏相又如何？举兵谋反，不有死路一条。除非他斩尽杀绝，与苏相同恶相济，另择新主。我和追影先行，其余暗卫留下护送你们回京。返程时尽量慢行，我会随时传信。若上京真起动乱，就让岳丈送王妃去江南一带暂避。好，一切小心，保重。撤！撤！探马来报，10万火急！探马来报，10万火急！阿爷，南律定是获悉杨希禄守备空虚，趁机奇袭，我即刻去城防司布防，绝不让南律奸计得逞。阿爷可是顾虑城防兵力不足？南律大军嫡袭，少说也有万数人马。如今杨希禄起兵北上，灵州城势单力薄，孤立无援，怕是撑不了几时啊。即便郭炳茂起兵，杨希禄仍有军力驻守。只是杨希禄军中无主帅坐镇，我等即便请兵支援，也无人敢做此决策呀。若是此刻通报朝廷，待圣旨下达，届时必为时晚矣。谁说杨希禄无主帅？有一人或能解眼下困局。得知郭炳茂起兵，老夫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南律已然觊觎灵州多年，此番他们乘虚而入，可谓是情理之外，预料之中。眼下杨希禄军中形势尚且不明，且不说此去能否顺利请兵增援，只怕什么？只怕侯爷只身前往，已是凶险难料。军中尚有老夫的旧部，皆为文景之交，老夫相信他们绝不会刀剑相向。杨希禄之职就是抵御南律，守卫边境。南律来犯，他们理当迎敌。若是因这军令有所顾忌，事后所有的罪责都由老夫来承担。还请侯爷三思。家国有难，刻不容缓。前路如何，老夫唯有一事。说二公子，老夫此去，王妃就只能拜托你了，还请你设法免他生疑。
如今大军压境，无论杨希路是否来援，灵州之乱已在所难免。今夜已晚，但你们明日一早务必启程。舒某定不负侯爷所托，也请侯爷此行务必珍重，平安凯旋。有劳公子。主子料事如神，杨希路动乱一起，定北王果然即刻北归，现已万事俱备，只等您一声令下。是时候收网了，传令大军即刻出发。今夜登岸后，直赴灵州。是。我来。多谢。来，这些放着。王妃，阿爷为何连夜赶路回杨希路军中？郭炳茂起兵犯上，侯爷担心杨希路军心不稳，影响边境布防，故特地前往一趟。王妃不必担心，侯爷去就回，特地交代了我等先行一步，至沙溪会合。走吧，请。也不知南绿大军究竟会何时攻城。一旦开战，灵州必将生灵涂炭，血流成河。多年的繁荣兴旺，也将一朝尽毁。驾！速速掌上海右门一！阿爷，是冯老将军。尔等若敢妄动，冯老将军定将血溅当场。不必顾忌，动手！阿爷，动手！上！虎王妃先撤，走。
你究竟是谁？南绿，普惹文宗。还能重逢，看来文某与小小姐有缘。撤！云野，别冲动。哎，沈阳，本世子今日与佳人有约，你看这扇子与我这衣裳可还相称？世子，王爷密信。哎呀，不就阿旭的信吗？还密信？我看看。郭炳茂秘密举兵北上，上京或生变故，密切留意上京各处动向，皇宫尤甚。若察觉有异，随时传讯，提前排布。圣上手谕，我要往长春宫去，给皇后娘娘请安，续些家事。无圣上手谕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宫。我乃皇后胞弟，早已获得圣上特许，可自由出入长春宫。以往皆是如此，为何今日不行？以往是以往，现下是现下。无圣上手谕，一概免进。好端端的宫内怎会生变？宫门口那些侍卫瞧着面生，八成已被偷梁换柱。阿旭的情报不会有误，现下只是不知道宫内形势如何。若真的已被奸人掌控，只怕此战在所难免。若真如此，我得赶紧回家告诉老头子去。你走啊，还不赶紧想法子入宫去？哎呀，我这不正想着呢吗？你不会是害怕了吧？我害怕？我长姐还在宫中，我能害怕？那你抖什么？呸！他自己要抖，本世子也控制不住。爷，张世子传回消息，圣上训练京郊修炼，对宫内情形暂一无所知。圣上身边带了多少禁军？入殿帅亲自护卫，只带了数千精兵。撤！局安卫探查，郭炳茂大军已逼近上京。撤！何人？阿姐，阿玉。吃吧，吃饱了今日午时好上路。何人造次？快，有人劫狱！给我杀出去！杀！快走！走，快走！走，快走！往那边出去！走！陛下，京中生变，有人夜袭大理寺，大肆劫狱，所有囚犯群起犯上。
苏文纯与柳墨皆不知所踪。是杨希禄，大军已至，令随行禁军全数戒备，枕戈待旦。是。吾等奉圣上之令，提前回宫换防。你4人往寿康宫护太后周去，其余人随我直入长春宫。是。我等奉命回宫换防，你们为何要设伏？你说你们是禁军，那便同我们说道说道。如今统领北衙6军的是哪位副将？前几日去皇陵视察的是南衙16位中的哪几位？漏洞百出。来者杨希禄叛军，谋逆入宫，意图不轨，即刻奉皇后之令，通通就地诛杀。是。太后，相爷已有所动作，宫内宫外都已生乱。肃相与杨希禄勾结谋逆，即便攻城也名不正言不顺。他若想洗脱罪责，继续稳坐朝堂，必得有太后出面主持大局，于宗室中择一可控之人，另立新君。之前阿谀入宫不得，还以为是宫内形势有变，如今看来还是圣上英明，防范于未然。本宫只是没想到，他竟如此胆大，敢夜闯皇宫。阿谀也是担心皇后娘娘，就是不知道线下外头情形如何。那些叛军都是上过战场的，阿谀那3脚猫功夫，怎么可能斗得过他们？阿谀自小便无心朝堂，无论家中如何软硬兼施，他都不愿入仕。可如今，还是因着我连累了他。皇后娘娘，您万勿自责，您和阿谀一母同胞，血浓于水，以他的性子，定是要护您周全的。要怪啊，就怪苏文纯那个杀千刀的，圣上早该将他除之而后快了。当初他认阿谭为义女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不怀好意，果不其然吧，什么慈爱啊、仁义啊，都是装出来的。要我说，这种狼子野心的衣冠禽兽，凌迟处死都不解恨。皇后娘娘，臣女失言，误了皇后娘娘倾听。我太着急了，我一时我就。来，救命啊！我不行了。阿玉，张怀玉，张怀玉，你没事吧？我不行了，我即刻就要去见阎王了。快，先给他扶进去。好，小心些，别碰着伤处。走，慢点。你武功不济躲一旁就是，还逞什么英雄？阿玉，你怎的浑身都是血？你究竟伤到何处了？我左臂这儿被人砍了一下，这右臂一不小心被人插了一刀，还有后背和腰浑身都是伤，疼不行了，伤得太厉害了，疼死我了，疼。没，我逗你玩的，我吓唬你的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受了点皮外伤，没有大碍的，啊。
哦，好了，不哭啊！绵绵，我真没事啊。哦，你看，你真没事？真的，你看，一点事儿没有，好着呢，真没事。哎，我就轻伤也是伤，可不好再雪上加霜。让你骗我！我没事啊。这些都是四海内最名贵稀有的香料，尤其是这一味龙涎香，产自南洋深海，一年所得不过半斤之数。小小姐不妨一观。小小姐是一位爱香、懂香、惜香之人。这一本若虚女官所传的云霄至香，应能入得小小姐的眼。上回文某拍下若虚女官所用的香囊，便是想要赠予小小姐，可惜未能如愿。这本制香古籍，就当是文某迟到之礼。文先生当真有通天之能，此本古籍失传已久，踪迹难觅，竟还是能在短短的10日内为你所得。只要小小姐肯笑纳，文某所做的一切，便都是值得。我对走私之物不感兴趣，我只在意文先生打算如何处置冯家父子。那就要看他们父子是否肯降了。冯家父子乃灵州军心所在，若降，灵州军民定会诚心顺服我南吕；若不降，文某唯有杀一儆百，以儆效尤。若小小姐今日愿陪文某出行，文某或可考虑留冯家父子性命。与文先生出行，可以，但除冯家父子外，亦不得伤及我身边任何一人。本王着实羡慕小小姐身边之人，能得你如此真心相护，放他们自由也未尝不可。只要小小姐随本王一同回南律。若余生都如笼中鸟一般，不得自由，任人戏耍，只为满足豢养之人的一己私欲，但又何必再苟活于世，平白的受此凌辱？至南律，天高海阔，本王岂会让你不得自由？非我所愿之事，谈何自由？若文先生寻我，只是想与我争辩这些高谈虚论，恕不奉陪。小小姐，请上马车。我大显注重名节，尊男女大防。我身为定北王妃，怎能和外男同乘一辆马车？不过
过去一整天了，也不知王妃现下如何。你俩怎么不动了？得赶紧想法子脱身才是。想了一整日了，你若有法子，自还被困于此啊！经由我一日的观察发现，这种绳结只能以利器断开，若一味挣扎，只会越扯越紧。何来利器？你们金云卫就没有习过那种被困自救的招数吗？金云卫也是人呐，难不成金云卫就得无所不能？你这话问的，像是我们被困在此，我们自己不想出去一般。说二公子非金云卫之人，又不会习武，只是好奇一问，你冲他发什么无名邪火？既不懂武，又何必多问啊？我不懂诗，也未见我多问，他就是对牛弹琴。你说谁是牛呢？我说追风。啊，没人是牛，云逸，这只是个比方。要我说，咱们就该先下手为强。今日若不是追风这头牛拦着我，我早把那文东打趴下了。拿下了他，我们何至于落得如此下场？你说句话呀，追风！住嘴！今日的情形若真动手，冯老将军必死无疑。况且王妃之令，岂能违抗？一旦动手，王妃更为危险。野走之前嘱咐我等，定要护王妃无虞。若他遇险，便是我等的失职。哎，你等等，你才是王妃贴身护卫，你失职怎还要拉我们下水？你不是吗？这几日不都是你跟着王妃吗？跟着是跟着，能一样？跟着不是护着，不然跟着是让你闲逛的。追羽兄弟，男儿当心胸开阔，豁达大度，怎能一言不合就起内讧呢？再说了，这为难女子，实非君子所为。你给我闭嘴！你才闭嘴！你也闭嘴！哎呀，你们都闭嘴！啊！你带我来此，意欲何为？此处是灵州，永远都是。无论他归属大贤，还是南吕，都不会改变他原本的模样。其实从始至终，你才是灵州走私案背后的主谋，骆掌柜的身后之主。骆掌柜先前委罪于己，称是他与素尔荣合谋而为，实则是为你开脱，作罪素家。他倒是宁可一死，也要护你全身而退。身在其位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无奈和目的。骆掌柜是为了南吕，素尔荣是为了素家。站在各自的立场，如何以对错来言论？那你呢？你又是为了什么？财权、利益，亦或者是一己私欲？你看，都说见到孔明灯时，若潜心许愿，愿望便能实现。小小姐可有什么心愿？无论你想要什么，山川异域、天涯海角，本王定会为你寻得。数日前，灵州城还是我大贤最繁华之地。灵州城百姓善经商，好待客，即便到了夜里，城中也依然生机如白昼。可自从南律入侵，百姓闭门不出，商贸停滞不起。我所求所愿，唯有南律撤出大贤，还我灵州往日生气。你可能如我所愿。我保证，今夜过后，灵州只会比以往更为繁华。本王绝不会伤及灵州百姓。
没有条件。我希望你能随我回南律。待回到南律王时，你依旧是王妃，地位、尊荣、权势只会更胜往昔。我已是王妃，我的夫君只有一位，便是大显战神定北王江旭。我知道，一时半刻让你完全转变和接纳，实是有些强人所难。但我可以等。我呸！你算什么女子？金鱼卫比试，把追风打得差点连王爷都认不出了，简直比男人还男人。哎，那是追风兄弟技不如人，与云姑娘何干？你提这做什么？嫌我丢人现眼就直说，我还没听你当年入监狱卫，躲在被窝里跟个姑娘似的哭了半个月呢。哭就像姑娘了，你们男人可没哭过，从出生起一路笑到大。哎，你说对了，从小我就爱笑，出生我怎么了？我就这么说了。我是强词夺理，我上厕所我还笑。好，你打我呀！你打我呀！别吵了，再吵把你们都剁了。啊，是你！不是我，我不会我。走。参见大将军。